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皮带。那之前有一阵子，我有发现我的皮带会叽叽叽叽的叫，这个在前几篇我有聊到。那一开始我是以为是发电机里面那个前后的轴承，可能因为我这边湿度很高，然后地上常积水，我以为是那样子导致那个轴承可能有生锈啊或咬住的现象，所以那一次我一直针对着发电机的前后端下去做除锈润滑的动作，但是后来我发现还是有，结果我整个巡了一遍，我才发现是因为皮带太松。那这个角度很难讲。基本上我以那个方向机碰浦的皮带做例子好了，这边应该可以稍微看到，这个很难拍，这个角度手下去就挡住了。我这样讲好了，皮带基本上来说，如果你用手去按压它，正常来说，它可能只会下陷个0点几公分。比如说皮带是直的嘛，你如果从上面去按压它，你应该只能感觉到它会下陷到0.23公分，最大概这样子吧，大概这样子的幅度。如果超过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是太松。如果你连压都压不下去，那就太紧。那基本上皮带如果太松，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皮带很容易出声音，跟皮带会出现过度磨损。像我之前那篇我有拍到，在我发电机的边边这边会有很多皮带屑，那就是因为所有的皮带会经过曲轴的那个大的皮带盘下去做带动。像以我们这新车来讲好了，曲轴的大的皮带盘，那我去拿手电筒好了。好了，像这一颗，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颗，这颗大的那颗圆形的，那个就是曲轴的皮带盘。那基本上所有引擎形式的车辆，它的皮带都是靠这个大盘子下去做带动，然后进而去推动水泵浦啊、汽油泵浦啊、发电机它们的运作。所以你的皮带如果太松的话，就会导致可能因为所有的皮带盘里面，就那颗皮带盘最大，所以它的结合面积最大，它应该不会在那边出现打滑。如果你的皮带太松，就会导致这些小的皮带盘，像这个啊，压缩机啊，然后水泵浦啊，还有发电机，它们那一端，因为它们的皮带盘比较小，接触面积比较少，所以可能会导致那边一直在打滑。基本上就是会出现声音，然后可能会出现皮带的过度磨损。像我那次就是有皮带屑，像这边还残留一点皮带屑在这边。我不知道这样，像这个就是上次没有清到的皮带屑。然后我发电机的皮带在这边，这一条就是我发电机的皮带。那皮带如果太紧的话，会造成
这个，因为所有外部件的皮带盘，它内部已经都有一个轴心，然后轴心都会伴随有一个轴承。如果皮带盘太紧的话，都会造成那个轴承的过度偏磨，久了那边就会开始漏油，甚至可能会出现嘎嘎嘎的声音。所以基本上来说，皮带盘太松，最多就是导致皮带的过度磨损跟出现异音。然后如果皮带盘太紧的话，就问题会比较大，就是刚刚讲的那些轴承会有出现过度磨损。那皮带盘的松紧的测试，刚刚有跟各位讲了，因为我一只手拿手机，一只手又要拿手电筒，我看他们同一只手做好了，这样不知道能不能拍到，这样子。这个是皮带，我现在下去按压，它下陷的幅度可能就大概这样子而已，在这个范围内，应该都算是正常的松紧度。那如果按压下去的幅度太大，那应该就是皮带太松。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。可以去翻皮带，这样有拍到吗？其实拍到你们看不到，像这样子。基本上，如果你去翻转皮带的话，正常来说。稍微出点力的去翻转，皮带本来是平的嘛。如果我们用手去扳它的话，如果你的车子是没有皮带张紧器的话，它应该只能翻差不多45度。如果有皮带张紧器的话，你如果再大力一点，它可能会翻的比较多一点。因为皮带张紧器本身就是一个类似弹簧的东西。它会去撑紧皮带，所以如果你的车子是有皮带张紧器的话，你下去扳它，如果你大力一点，它可以再扳多一点，因为皮带张紧轮会收缩。那如果像我们这型车没有皮带张紧轮的话，我记得我们这型车是没有皮带张紧轮，所以我们这型车没有皮带张紧轮的车，你去翻皮带。它就是只能翻45度，有皮带张紧轮的话，可能再多一点，但是力道要再大一点。那以皮带形式的话，这个也要翻皮带这个问题，又要衍生出其他的，就要衍生出皮带的种类。像现在多数的车子的皮带都是像这样子，宽宽扁扁，然后。一条一条的钩，有没有？现在多数的车辆都是这样子。然后在早期的车辆，它可能他们的皮带盘就是有点像 U 字形，然后他们的皮带是有点类似一个梯形、倒梯形，直接放在里面。像旧的130跟一些可能同时期的车辆。可能都还在沿用那种皮带，然后比较新式的车辆就是像我刚刚讲的，就是这种皮带。然后其实皮带的种类很多啦，像负责传动的话，像摩托车负责传动的话，它的皮带也是宽宽扁扁，但是从侧面看的话，它就是一环，就是有点像波浪状。它那个波浪状是因为它要弯曲，如果你不做波浪状的话，它没办法做角度比较小的弯曲，所以它的侧面为了能够弯曲是做波浪状。所有的皮带盘来讲，应该是发电机的皮带盘最小，
然后因为直钩是它没有做那个间隙，然后能够做角度比较小的弯折，所以如果太久的话，如果橡胶材质出问题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皮带像那个直钩皮带有没有？像这个，像这个，它是不是一条钩一条钩？如果这个一条钩一条钩，因为橡胶材质的硬化跟经过比较小的皮带盘长期的凹折，它可能会出现有断裂。应该就是说可能会，它本来是一条嘛，它可能就中间会断一层，有一个断的痕迹。那个如果那个痕迹太多的话，皮带就大概差不多了。然后再来就是皮带，以这边来看好了，像皮带，我们可以去观察皮带的边边。我们可以去观察皮带的边边，就是这个边，两个这个边，这个边如果你去摸它这样子摸，它有很明显的翘起来的话，那个皮带也是都一点点是应该算是轻微，是正常。如果你这样子摸它的边边，那种翻起来的感觉，譬如说，皮带是平的嘛，如果它出现这样有点像这样倒凹的现象，两个边都有往上翘，而且有毛边的话，那个皮带也都差不多了，那个皮带就要赶快做更换。因为说实在话，车子的零件很多东西它不能用时间下去做依据下去做更换，然后因为你看，像引擎一发动，皮带就开始转，那皮带开始转，它的寿命就会开始在降低。可能有的人跑的里程数少，但是车辆拥有的时间长，所以说这个很难，基本上只能建议啊，像那个正时皮带。正时皮带就是建议就是10万公里嘛，但是也有曾经发生有人不到10万，正时皮带就断了，也有人跑了10几万，正时皮带还是好好的，这个很难讲。所以基本上皮带这种东西是否该更换，还是必须去透过一些实质上的观察下去做依据。像这种看不到的，真的就只能依照建议啊，因为皮带会因为生产的厂商、橡胶的品质都会有出现不同的变化，所以只要是看得到的皮带，建议都是有时间就稍微观察一下。然后皮带的松紧度就是跟刚刚讲的一样，如果你去用手指去顶它，大概可能它往下陷的幅度可能就是个0.3、0.5吧，可能就在这个幅度之内都是正常。那如果以翻皮带下去做测试的话，就是可能就只能翻个45度，在45度左右啦。如果你能够翻到垂直，那个真的就都太瘦，那个应该都已经开始在出声音了。那用看的话，就是像刚刚讲的，观察皮带的边边有没有很明显的毛边，或者有缺损，然后用手指去摸它的边边，看它的两边有没有翘起来的很明显，一点点那个是正常，因为皮带盘本身两边就有那个可以去包住它的东西，所以它一定都会有一些
去摩擦到，所以那个算正常。哟，我皮带盘怎么好像有点跑偏了？算了，有空再看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皮带的检查跟松紧度的调整的方式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